这婚我林穗不结了。林穗，你在胡闹什么？不嫁给我，在这年代还有谁敢娶你？我叫林穗，我和周建民因父辈的交情被定下了娃娃亲。娘走前说放心不下我这个孤女，再三叮嘱我守好这门婚约，让傅家帮衬振兴家业，所以我答应了婚约。可距离婚期还有3天的时候，我发现周建民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老实本分，他的所有伪装都是为了我手里的那间临街铺面。3天后就要结婚了，周建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他为人也还算老实。我堂堂供销社主任的女儿，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徐曼，我也是被逼无奈，父辈定下的娃娃亲。我是供销社职工，不能落个悔婚的坏名声。名声重要，我就不重要。我爸说了，只要咱俩的事儿定下来，你的工作以后全都好说。我对林穗是有几分动心，可比起儿女情长，徐曼家能给我的门路和前途。放心，曼曼，咱不都说好了，等婚礼现场上把他名声搞臭，他哪还有脸要算作嫁妆的裁缝铺？到时候铺子还不是给你添彩礼啊？那间铺面就在供销社对面，随便做点什么都能赚翻天。林穗拿着真是浪费了。放心吧，到时候我就把铺面交给你，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那林穗她要是闹呢？她一个孤女，闹给谁看？他妈坟头的草都3尺高了，她背着这样的名声也活不了。那我就等着看好戏了。对了，我明天就去找林穗，让她给我做衣服，就在婚礼现场穿。周建民、徐曼，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那就别怪我，把你们搭的戏台子掀了。林穗，给我做身衣服，款式要城里最时兴的，我这可是要在建明哥的婚礼上穿的，动作快点。徐曼，手工费3块，加急的话再加5块，一共8块。先结账后接单，后天准时取货。是他。那个，不好意思，今天我忘记带钱了，能不能？没事儿，出门在外谁还没个忘事儿的时候？钱下次再说，你先拿着垫垫肚子。8块？你穷疯了？竟然敢收我8块？你不知道我和建明是什么关系吗？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关系，不过我做生意只看手艺，不看关系。林穗，你竟然敢这么对我说话！这位姑娘，老板是手艺换钱，明码标价，嫌贵可以去别家，没必要为难人。哟，林穗，我说你最近怎么脾气见长，敢跟我叫板？原来是私下里勾搭上了野男人，真是不知检点。徐曼，你说话要讲凭据，别随意污蔑人清白。这位小姐，你无凭无据当众造谣，毁坏他人名声，未免太过刻薄。好啊，你们竟然还一唱一和起来了！我要去告诉建明哥。慢慢，林穗，这是谁？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像话吗？他要结婚了吗？周建民，他只是上门修补衣服的客人。建明哥才不是这样，我就是让林穗给我做件衣服，好好的和他商量价钱，他就和这个男人一起欺负我。林穗，你在场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可不是你1、2句话就能颠倒黑白的。建明哥，这位同志，林穗是我的未婚妻，我们的家事轮不到外人插手，还请自重。林穗，我妈在家里等你，有重要的事商量，你赶紧把店关了，跟我走。你配不上我。不好意思，先生，我这边还有事儿，下次你再来。好。沈厂长，我总算找到您了，全厂中情干部都在等您开会，您怎么到这里来了？路过，找个手艺人修补一下衣物。您可是咱们国营大厂的1把手，什么样的师傅请不到？听别人说这里的师傅手艺很好，走吧，别让人等急了。林穗，这眼看你就要和建民结婚了，你妈走得早，有些规矩我就得教教你。婶子，您说。林穗，我跟你说实话，以你现在的身份，是配不上我们建民的。要不是被这娃娃亲绑着，我们家建民也不会。你又不像人家徐曼，能帮建民在供销社搭人脉、捞好处。我配不上周建民。你们拿着我裁缝铺挣来的钱，给周建民买工作、起屋建房的时候，怎么不说配不上？现在攀上更高的枝儿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你有话就直说。你命硬，我们家建民吃公家饭，娶你可是顶着天大的风险的。所以原本说好的200块彩礼减到20，你还得把手里的那间裁缝铺子交出来。婶子，那间铺面是我娘在世的时候就开起来的，是她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我不能交。林穗，
你这话说的就自私了。你一个孤女，要不是我们周家在县里罩着，你以为你手里那点东西能守得住？可是这是我家，可是什么？你都要和建明结婚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你妈临死不是也说让你把铺子发扬光大吗？到时候铺面挣了钱，不也是我们一家人花？林穗，我妈这都是为了我们成家后过日子考虑。我们家不嫌弃你孤女的名声，你总得拿出点东西向我妈表示一下诚意吧。好，地契我会带过去，彩礼20就20。想空手套白狼，周建明、周老太，我等着看你们算盘落空之后该怎么收场。建明，你看我就说林穗还是很听话的。林穗，你放心，只要你听话，大婚那天我一定风风光光娶你过门。建明哥，那我就等着你风风光光的来娶我。风光，哼，到时候你周家肯定风光。陈叔，这点糖您拿着泡水喝。碎丫头，你这是干啥？快拿回去！陈叔，我有件事想麻烦您。碎丫头，你说什么事儿？2天后就是我和周建明的婚期了，可我最近总觉得不对劲儿，想托您帮我打听周建明，看看他最近在跟谁往来。咋了？周建民那小子要耍啥花样？我猜他不想结这个婚，又怕坏了名声，想在婚礼上逼我主动退婚。您在县里人头熟，帮我摸摸底就行，别声张。放心，当年你娘救过我半条命，这事包在叔身上。叔查到之后去裁缝铺找你。裁缝铺人多眼杂的，陈叔，还是我来找您吧。行，丫头别怕，谁要欺负你，陈叔第一个不答应。那就谢谢陈叔了。碎丫头，我都打听清楚了，刘三欠了赌房80块，前几天还急得不行，但这2天他突然就说自己很快就能把债还上。他有没有透露出是谁帮他？我专门找熟人把他灌了2杯酒，这人一上头就全秃噜了，说是周建民私下出钱雇他，让他大婚当天闯场闹事儿，把你名声彻底搞臭。周建民打的果然是这个算盘，这一家人真是太缺德了。既然他们非要逼我，那我就奉陪到底。婚礼我照常去，他们想毁我的名声，吞我的家产，我就当众拆穿他们所有肮脏算计。叔早就替你铺好路了，到时候你只管大大方方去。碎丫头，稳住心态，所有证据证人我都安排妥当了，他们敢当众栽赃你，咱们就能当场翻盘。陈叔，真的谢谢你。傻孩子，跟叔客气啥？你娘是好人，你也是，别慌，有理走遍天下，叔给你撑着腰。当心！你是那位来店里的先生，对不住，刚才没留神。老板，我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说。没事儿，上次在铺子里平白把你牵扯进去，害你被徐曼乱说话，我给你道个歉。没关系，清者自清，几句闲话而已。我正想找你问问，上次衣服没补成，什么时候方便，我再把衣服送过去。这2天我家里有点事儿，得后天才有空。你要是不急，可以先把衣服送到铺子里，大后天来取就行。好，不着急。徐曼，你看，那不是林穗吗？他旁边那男人是谁？穿的挺体面，但看着不像是周建明啊。竟然是他！我说那天他怎么帮着林穗说话？原来他们竟然真的认识。他果然是林穗勾搭的野男人。林穗这都是快结婚的人了，竟然在街上跟男人拉拉扯扯，胆子也太大了。要不是建明哥护着，她一个孤女能活得这么安稳，她这么做真是对不起建明哥。林穗啊林穗，这下你可栽我手里了。婚礼上我把这事儿一捅，再配合建明哥那出戏，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县城。建明哥，婶子，我今天撞见林穗跟一个陌生男人在巷口私会，2人站在一块嘀嘀咕咕，看着亲密的很。什么？真的假的？你看清楚了，别弄错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建明哥，那男人就是那天在裁缝铺帮林穗说话的人。原来他们真的那么早就勾搭上了。好啊，这个林穗，正好，本来还怕刘三一个人闹分量不够，现在再加这一条，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婚礼那天，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林穗她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对，这样不仅能逼他主动退婚，还能顺理成章扣下他的铺面当赔偿。林师傅，衣服我放这儿了，袖口磨破了，麻烦你补一下。行，后天下午就能来取。听说你明天结婚，如果有什么难处，没有难处，谢谢您关心，就是件普通衣服，手工费2毛，取的时候给就行。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们只是萍水相逢，我这里还有一摊子烂事儿，不能再把他牵扯进来。好，那我后天来。穗儿丫头，刚才那人是机械厂的沈厂长吧？他怎么来你这儿了？沈厂长？对呀，沈燕沈厂长，听说是从省城调来的，现在是县国营机械厂的1把手，咱们县里谁不认识？原来他是沈厂长，难怪看着气度不一样。来补件外套。人家那么大的厂长都特意来你这儿补衣服，说明你手艺是真的好。对了，明天婚礼都准备好了，周家没为难你吧？
都准备好了。林穗，吉时到了，我来接你了。穗穗，今天你真好看。走吧，别耽误了吉时。周建民，你盼了这么久的婚礼，马上就如你所愿。今天是我们周家娶媳妇的大喜日子，各位吃好喝好啊！周婶子，恭喜恭喜啊！这林穗啊，要啥没啥的，但好歹跟我们建民是父辈就定下的娃娃亲，我们周家仁义，不嫌弃他，希望他以后懂事点儿。周婶子真是菩萨心肠，建民可是供销社的红人，林穗嫁进来那是掉进福窝里喽。建民哥真是可惜了，林穗她，哎，不说了，今天大喜的日子。林穗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感觉她平时神神秘秘的，不像看着那么老实。来了来了，我家新媳妇进门了。人都到齐了，戏该开场了。一拜天地。周建民，你头上都长草了，还结婚呢？刘三，今天我儿子大婚，你在这满嘴喷什么粪？老太婆，老子可没疯，你儿子都快绿成王八了，老子是好心才来告诉你们一声的。刘三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昨天我亲眼看到他跟个陌生男人在巷口嘀嘀咕咕，还收人家的钱。这种女人娶进门，不是丢你们周家的脸吗？真的假的？看着挺老实的姑娘啊，人不可貌相，宫女没人管，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呢。这林穗表面装的清清白白，背地里干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这不是骗婚吗？天啊，原来是真的！我昨天也看见了，我还以为是我看错了呢。周建民，这婚我林穗不结了。成了，成了，不过还要加一把火。刘三，你胡八道什么？别在我婚礼上闹事！我没胡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男人穿着中山装，不信你们问他。好你个林穗，我们周家好心娶你，你竟然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林穗，我真是错看你了。我周建民在供销社清清白白做人，现在你让我的脸往哪搁？林穗，今天你这家房铺面，我周家拿定了，我还要让你有苦说不出，压根不敢开口往回要。林穗，你怎么能这样？建民哥对你一片真心，你竟然这么对他！各位街坊，判案可不能只听一方。既然刘三说昨天看见我私会男人，那咱们先把这件事说清楚。陈叔，你们进来吧。你说你昨天在西巷口看见我，可昨天一整天你都在城东赌房赌钱，连门都没出，你是怎么看见我的？刘三儿，几天不见，我怎么不知道你连分身术都学会了？这么有能耐，你欠赌坊的钱什么时候能还啊？徐曼，你说你也看见了，那你说说，我见的男人是谁？我哪知道是谁，反正就是个陌生男人。陌生男人，他是县国营机械厂的沈燕沈厂长。那天他是来跟我约补衣服的时间，光明正大，何来私会一说？更何况沈厂长又怎么会娶我一个孑然一身的裁缝铺姑女？是啊，人家沈厂长可是从省城来的，想要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怎么会看得上林穗？对呀，现在这么一闹，如果不嫁到周家，这丫头以后更难嫁出去了。不好意思，这婚我林穗不结了。林穗，你在胡闹什么？周建民，你不就想逼我退婚，抢了我的彩礼铺子，然后娶徐曼？现在怎么还演上了？你林穗，你可别后悔！今天闹成这样，你名声也臭了，我看以后谁还敢娶你？我娶。没事儿，出门在外，谁还没个忘事儿的时候？钱下次再说。我沈燕愿意娶林穗为妻。你要娶我？那不是机械厂的沈厂长吗？省里调来的那个。旁边是徐主任，徐曼他爸。沈厂长要娶林穗，怎么可能？徐叔，爸，这人是厂长，可别笑死我了。一个奸夫还丢人现眼的东西！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沈厂长刚调过来，哪是你能污蔑的？爸，他真是厂长！哼，周建民，身为供销社职工，品行不端，私德败坏，回去就停职反省，等候单位处理。沈厂长，让您见笑了。底下人不懂事，我一定严加管教，绝不再出这种事儿。完了，徐曼他爸这是当着沈厂长的面弃祖保帅，我的前途全毁了。林同志，我不是随口一说，你品行如何，我心里有数。沈厂长，多谢您今天仗义直言，不过婚事是我自己的事儿，不敢连累您。
我知道你有本事，但有些公道该有人站出来说。林穗，你毁了建民的名声和前途，毁了我们周家，别想就这么走了！你还想怎么样？当年你娘病重，要不是我们家垫了5毛钱的药费，你那间裁缝铺子怕不是早就被抵了。现在你要走，就那间裁缝铺留下来当赔偿。这也太不讲理了！明明是他们家先耍阴招。老太太撒起泼来没边儿，林穗一个人怕是要吃亏。出了5毛钱就想让人家赔他一间铺面，这老太太也太敢想了吧！本来还想给你留点脸面，既然你不要，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算算账。赔偿，正好，咱们今天当着徐主任、沈厂长和所有乡亲的面，把这几年的账算清楚。82年秋，周建民进供销社打点工作，我拿裁缝铺攒的50块给他托关系。83年春，周家盖新房，我贴了30块买木料砖瓦。这3年逢年过节，他买自行车，你抓药看病，前后后我一共贴补了117块6毛。这些钱是我一针一线踩缝纫机熬出来的。你们家口口声声说我孤女无因沾你们家的光，现在算下来，到底是谁花谁的钱？那都是你自愿给的，你一个没爹没娘的，这么多年全靠我们周家罩着，花你点钱怎么了？婚约是你们主动设计毁约，还试图栽赃害人，理亏的是你。女方婚前自愿贴补的家用，婚约解除后理应返还，这是规矩，也是道理。听见没有？沈厂长都发话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当场把钱结清，不然单位处分，再加一等，直接开除你。哪有那么多现钱？家里的钱都办婚礼了。没钱也行，那就让街道办和你们单位一起介入，按规矩走流程，该怎么算怎么算。对，走流程，不仅要还钱，还要通报批评，让全县都知道你周建民是什么德行。娘，快拿钱啊！真这样我这辈子就完了。剩下的17块6，就当是这几年的人情，我不要了。钱两清，婚约也解了，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再敢往我身上泼脏水、打我铺面的主意，就不是还钱这么简单。林穗，你够狠，当众让我丢尽脸面，掏空我家的钱，毁我的前途，我跟你没完！造孽呀！100块钱。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的棺材本啊！林穗这个丧门星，建民哥，你别担心，我爸刚才就是做给那沈燕看的。我知道徐叔是顾全大局。曼曼，你回去可得多帮我在你爸面前说几句好话，就说我是一时糊涂，被林穗给算计了。今天是我失算了，林穗的账我会慢慢算，当务之急是得先稳住徐主任这边。建民哥，你放心，我爸最疼我了，我回去肯定跟他好好说。都怪那个贱，要不是他耍心机当众拆台，咱们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你说的对。全是那个贱人的错，这笔账我早晚跟他算清楚。林同志，我来取上次修补的外套。沈厂长来了，外套已经修补好了，您稍等，我去给您拿。手艺很好，比厂里的专职裁缝还细致。多少钱？谢沈厂长夸奖，手工费2毛，您上次给过定金了，不用再付。昨天的事儿，你还好吧？没事儿，本来也没想结这门亲，说开了反倒省心。多谢您昨天帮忙说话，还有徐主任那边也劳您费心了。公道自在人心，我只是刚好遇到，说了实话。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娘生前常念叨，这裁缝铺子是她的心血，接下来我就想好好经营这桩生意。正好有件事儿跟你商量，我们厂下半年200件工装要改袖口换衬里，量不小。我看你手艺靠谱，想问问你接不接？就是我这铺子太小，布料和成品对不开，工期可能得稍缓几天。工期可以宽限到1个月，价格按市价算。你要是场地紧张，也可以找2个帮手，工钱都好说。他这是有意要帮我，但我现在确实很需要这份订单，迅速扎稳脚跟。行，这活我接了，保质保量，按时交货。场地的事儿我自己解决。好，明天我让小李把布料和详细明细送过来。周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直藏着铺面反倒容易被惦记。正好借这批订单收回几件铺面，光明正大守住娘留下的产业。丫头，接了沈厂长这个大活，铺子有点施展不开吧？陈叔，正想和您说这事儿呢。
我寻思着把正街的1到5号铺子给收回来，打通扩店，既能放下布料和机子，也能光明正大做生意。早该这样，你娘就是太低调了，守着这么多家业不敢声张，反倒让人觉得你好欺负。陈叔，麻烦您先去和租户们打个招呼，给他们3天时间搬走，欠的房租能补就补，补不上就用店里货抵。那几个人都不是好相处的，就说那个王老六都欠了快半年的房租了，我们得想个办法治住他们。我们有协议，有地契，再不济的话就直接去找街道办。沈厂长，你怎么来了？昨天送的布料清点过了，厂里商议决定工装的袖口衬里要改一下，我就顺路把工艺调整单给你带过来了。辛苦沈厂长跑一趟了。地方这么挤，施展得开吗？要不要我帮你再找一个场地？不用，我娘留给我的铺子还有几间，我准备收回来打通扩店。收铺子，租期都到了吗？去年年底就到期了，本来想慢慢收回来，但现在订单赶工，得尽快收回来搭流水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和陈叔能处理。哎呦，丫头，你就别硬撑了。沈厂长又不是外人，那几个租户都是滚刀肉，每家还都欠着房租，这事儿恐怕有点棘手。没陈叔说的那么严重，我手里有地契和协议，肯定能收回来的。这样吧，我明天上午正好要去街道办谈季凯项目的事儿吧，谈完以朱想合作方的身份出面，也能帮着说句话。这怎么好意思，太麻烦您了。不麻烦，你顺利交货，我们厂也省心，算公事。你把地契、租房协议都整理好，别的不用慌。那就多谢沈厂长了。客气了，走了。丫头，我看沈厂长对你可不是一般的上心。陈叔别乱说，人家是看中订单，赶紧收拾东西，明天早点过去。收房，租期是到了，可我这一屋子货往哪儿搬？说搬就搬，没那么容易。老六，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租期去年腊月就到了，你还欠着半年房租，现在林穗自己要用铺子，让你交一半房租搬走，已经够仁义了。仁义值几个钱？我在这开了5年店，街坊都熟了，说走就走，我生意咋办？反正我不搬，有本事你去街道办告我去。咋回事啊？你这铺子要被收回去？不止，你们的铺子也得收，正街1到5号，他全要收回去。什么？凭啥呀？我这修鞋摊子在这儿摆了8年了，街坊们鞋坏了都找我，你说收就收？就是啊，凭啥说收就收？我那干货铺子刚进了2麻袋红枣，你现在让我搬，货往哪儿堆？凭地契是林家的，租房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租期去年年底就到了。今天过来就是统一跟大家说收房的事儿。什么地契不地契的，谁知道是不是你伪造的？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哪来这么多铺面？我不信。你们每个人都欠了至少半年房租没给。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让你们交一半房租搬走，已经是看在街坊邻居的情分上。我不管，反正我不搬。有本事你找人把我东西扔出去。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小姑娘家，能把我怎么样？地契，我刚才在外面听见你说什么？正街1到5号都是你的？林穗，你把地契拿出来给我看看。林穗，你把地契拿出来让我看看。我问你话呢，地契呢？周家小子，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林穗，你的裁缝铺什么时候变成了5间？我们定亲这么多年，我连你家有几间铺子都不知道，你半个字都没跟我提过。我林家的家产，凭什么要跟你交代？凭什么？凭我是你未婚夫，凭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瞒着我藏了5间铺面，你安的什么心？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这些铺面带过来当嫁妆，对不对？你嘴上说着守婚约，背地里把值钱的东西全藏着掖着。林穗，你够精的，你根本就没把我周建民当一家人，你从一开始就防着我。一家人，周建民，你雇人毁我名声，想吞我那一间裁缝铺，还有跟徐曼商量着把铺面拿去当彩礼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一家人？林穗，你别转移话题。这些年你在我面前装穷，结果手里攥着5间临街铺面。我林家的家产，轮不到你来质问。婚约是父辈定的，我认了。但我林穗名下的一砖一瓦，跟你周建民没有半点关系。
好，林穗，你够能藏的。3天内搬完，房租只收你们一半。要是到期还不走，咱们就去街道办，去所里说。林穗，你也太霸道了！别人在这里好好的开着店，怎么能你说搬就搬？大家别怕，我爸是供销社徐主任。我爸前2天还说呢，老街商户要稳定，不能随便涨租撵人。对，徐主任的女儿做主，我们就不搬，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就是，徐主任的女儿都发话了，我们怕啥？徐主任管的是供销系统，民间租房纠纷归街道办、归房管处管，不归他管。你对你自己说的话能负责吗？还是你打着你爸的旗号狐假虎威？当然是我爸亲口说的，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质疑我爸的话？徐主任亲口说的，那巧了，我上午刚跟街道办王主任还有徐主任一起开的会，怎么没听见这话？沈厂长，您怎么在这儿？徐曼是吧？你说徐主任让大家不用搬，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具体怎么说的？我现在就给徐主任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不用了，我就是听我爸随口提了一句。随口提的，就敢拿来当令箭？煽动租户拒不履行合同，真闹到你爸那里，你觉得他是会帮你吗？各位，合同到期欠缴房租，按规定房主有权收回铺面，还能追讨违约金。大家街坊邻里这么多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欠的房租，每家都免一半。毕竟以后还要做生意，王老六他们也没做太过分的事儿，也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张叔腿脚不方便，陈叔已经帮你找好了巷口的新摊位，租金比这儿便宜20%，人流也不差。剩下3家，我也可以托人帮着找合适的铺面。没错，巷口李大爷那儿空了个摊位，我都跟人说好了，老张你过去就能干。穗记是我们县国营机械厂的定点加工商户，这次收铺面是为了扩产接订单。街道办是支持的，你们硬扛着不走，到时候吃亏的是你。行，孙丫头都让步了，沈厂长也把话说明白了，是我们理亏，我办，3天之内肯定办完。行，搬就搬，3天就3天。好，3天后我来收钥匙。新铺面的联系方式，陈叔会挨个给你们。各位好聚好散。哎呀，沈厂长，你可来得太及时了，不然这几家抱团还真不好对付。今天真的多亏你了，不然还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举手之劳，正好顺路，没耽误事就好。爸，你可得给我做主。今天林穗收铺子，沈燕当众给我难堪，还说我拿你的旗号狐假虎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脸都丢尽了。徐叔，沈燕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混账！谁让你们拿我的旗号在外头生事的？爸，我是帮您出气啊！林穗那么嚣张，就是仗着有沈燕撑腰呢。出气？我看你是给我惹祸。沈燕是省里下来的人，背景硬得很，我都要让她3分。你倒好，拿着我的名头去跟她硬碰，脑子呢？还有你，净出些上不了台面的馊主意。收房这事儿本来就不占理，你还撺掇慢慢扯我的旗号，是嫌我不够丢人？是我考虑不周。沈燕这小子，我前前后后递了3次话头，想跟他搭省里的技改项目，他全装听不懂。一个外来的厂长，真当自己能在县里一手遮天？爸，听说沈燕还给林穗下了个大单子呢，这摆明了就是对他有意思。我们暂时对付不了沈燕，还能对付不了林穗吗？正面跟沈燕硬刚肯定不行，传出去影响不好。林穗嘛，我倒要看看沈燕护着的人能不能顺顺当当把铺子开起来。他铺子要装修，要堆布料，人多手杂的，难免出点意外。你们手脚干净点，别扯我的旗号，别留下把柄。徐叔放心，我懂了，肯定办得干干净净，绝连累不到您。就是，铺子开起来又怎么样？有的是办法让他做不成生意。丫头，这铺子空了有2年了，墙皮都起壳了，光靠咱俩收拾，怕不是要干到年底。先清理出来再说，后面还得拉电线、改窗户，活儿多着呢。
这铺子你打算自己收拾？沈厂长怎么到这边来了？路过，来这边办点事儿，看见你在这儿就过来看看。这铺子空了好一阵了吧？墙面得重新刮一遍，电路也得找人重新走，你自己弄不了。可不是嘛，我和丫头正发愁呢，光打扫就得费不少劲儿，后面装修更不知道从哪下手。没事儿，慢慢来，总能收拾出来的。店里要改的东西很多，你要是信得过，我让厂里的维修班过来帮你看一下，他们干这些比外头请的人靠谱。这怎么好意思？已经麻烦你够多了。不麻烦，工装订单你按时交，我们厂也省心。明天下午我让人先过来看看，就这么说定了。厂长，墙面灰层都铲得差不多了，下午开始刷底灰。行，注意安全。这是你画的？我大概估了位置，想着先把缝纫机的位置定下来。你这个排法不对，裁剪区要靠着窗，缝纫机得放在中间这条线上，不然工人来回跑动时间长，活干不快。我本来就是想着把缝纫机靠墙放，省地方。靠墙放是省地方，但你工人转身走动拿料都要绕路，省地方不省工，反而不划算。裁床靠窗放，这边摆8台缝纫机，面朝窗户排过去，光线对着针脚走，最里面隔一间仓库出来放布料，门口这块留空，挂成品样衣。你以前在厂里管过生产？以前在厂里管过一段时间的生产调度，基层车间去的多了，怎么摆机器，怎么排流水线，心里有数。你这么一画，确实比我之前想的顺多了。我也是恰好会一点罢了。你们先按这个走，后面还差什么材料跟我说就行。隔墙后天就能砸完，墙面简单刷层白灰就行，不用太复杂。货架和裁床我让厂里木工班帮你打，结实还省钱。沈厂长，这也太麻烦你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真要谢，等铺子开业了，请我吃碗面就行。那必须的，等开业了，我请你去街口最好的馆子吃。陈叔，抓住了，2个都抓住了。胆子不小，敢来这儿搞破坏，说谁派你们来的？没人派我们，我们就是想偷点布料卖钱。还嘴硬，明天送你去吃牢饭，看你说不说？周建民，这2个人你认识吧？我不认识，你们大清早堵我家门，想私闯民宅。周哥，是你昨天找我们，让我们去破林姑娘的布料啊！你说事成给我们5块钱的，你不能不认啊！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认识你。他们都招了，是你花钱雇的，想破坏布料，耽误我交工装订单，人证物证都在，你抵赖也没用。我看你们还拿什么栽赃？空口白牙就想污蔑我儿子，没门儿！林穗，凡事都要讲证据。还有，你说他们破坏你的布料，证据呢？这可不是你空口白牙就能栽赃的。就是，我只是大半夜睡不着觉，想去看看你家的布料又咋了？你也不能把我绑起来呀！对，你们这叫屈打成招。听见没有，林穗？你竟敢找人屈打成招，我看你才该去派出所说道说道。丧门星，退了婚还来祸害我们家！今天你不给个说法，别想走！就知道你们会来这一套。你说的没错，他们确实没能破坏布料，但这口供可是实打实的有2份。周建民，拿着这点东西是奈何不了你，但给你找点不痛快还是可以的。周哥，你看这事儿闹的，我们哥俩白挨了一顿折腾，辛苦费总得给点吧，不然我们可就去派出所自首，把你供出来了。你们还好意思要钱？事儿都没办成。事儿没办成也是你出的主意啊！不给钱也行，我们现在就去供销社找你们主任说道说道。造孽呀！钱没少花，还惹了一身骚。林穗这个丧门星，这笔账我记下了。林穗，咱们没完。周建民，有人举报你寻衅滋事，单位记大过一次。主任说让你去城郊仓库搬货反省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再回来。林穗，我不会放过你的。林同志，你们这里招学徒吗？这女孩子是沈厂长的对象吗？看起来很小。沈厂长，我们店最近正好要招学徒，这位是阿梅是机械厂已故职工的女儿，家里现在就剩她一个，厂里的工作不适合她，我就想着带她到你这里看看，她正好会一点裁缝手艺。林老板好，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学徒可以留，前3个月管吃住，每月给你5块零花钱。等你学会踩机子，做基础款，就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但有一条，新要挣，不能偷奸耍滑。
我知道，我肯定好好学，谢谢老板。装修还顺利吗？工装的工期没问题吧？没问题，等隔墙砸完，工位100就能开工，肯定能按时按质交付。布局挺合理。刚开业事情多，人手不够就说，厂里维修班能过来搭把手。多谢沈厂长费心，目前还应付得来，真有需要我再开口。计时到了啊！孙丫头这铺子敞亮，名字也吉利，以后做衣服可方便了。人家手艺本来就过硬，这下地方大了，生意肯定越做越红火。恭喜开业，一点心意，祝生意兴隆。沈厂长太客气了，您的工装订单已经帮了我大忙，还让您破费。你的手艺配得上这份贺礼。县里下个月要办个体展销会，我看通知了，你可以报名试试，能打开乡镇的客源。我正有这个打算，到时候还要多跟沈厂长请教。随时欢迎，展位我可以帮你留意，入口处位置好，曝光量大。建明哥，凭什么林穗一个孤女能开这么大的铺子？沈厂长还亲自来送礼，真是走了狗屎运。他这几天生意怎么样？我昨儿路过，看见他店里人挤人，一天下来得赚不少钱。急什么？他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沾光。怎么说？你找2个小裁缝，照着岁季的爆款做一批衣服，用最便宜的化纤布料，成本能压到最低，然后我们半价卖，就说是岁季的内部尾单。好主意，到时候大家都买便宜的，谁还去他店里买？再说了，劣质衣服穿2天就坏，大家只会骂他岁季质量差，正好毁他的名声。就是这个道理，他想立招牌，咱们就给他砸了。对了，你去找我妈，让她卖，就算真被林穗抓到了，她也不敢拿我妈怎么样。好，那我就等着看了。建明哥，你放心，我和我爸说了，过段时间风头过了，就把你调回来。让你费心了，慢慢。建明哥，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个。新款春秋衫儿跟岁季一模一样的款，厂家内部尾单，半价处理了啊，错过就没了。这么便宜，真的跟岁季一样？那当然了，我是他远房婶子，专门托内部关系拿的货，除了没缝领标，啥都一样。林同志，这是第2批工装的补充明细，我顺路正好送过来。辛苦沈厂长亲自跑一趟了。丫头，路口有人摆地摊儿，打着咱们家远房亲戚的旗号卖仿款，说是尾单，半价卖，布料差得很。我看了，是最差的化纤料。是周建民他妈吧？你怎么知道？还真是周老太。意料之中。那咋办？任由他们打着咱们的旗号卖假货，时间长了，肯定影响咱们名声。这种售假仿冒的事儿不能姑息。我认识市管科的同志，可以打个招呼，让他们过来查。不用这么麻烦，我提前准备了防伪暗文，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咱们岁季的标识打出去。你有章法就好，需要帮忙随时说。姑娘，你家衣服质量也太差了，我早上买的，穿了1上午就掉色，把我里面的白衬衫都染蓝了。你看这袖子都快开线了。不可能啊，大妈，我们家布料都是正规厂家进的，不可能掉色的。怎么不可能？人家说跟你家是同款尾单，我才买的。你们家怎么能做这种劣质衣服骗人？不会吧？我还以为它质量好呢。要是真掉色，那可不敢买了。你们血面我都够了，再跟我省事儿，出去！大家稍安勿躁，这件不是我们家的衣服，是不是仿款，咱们一验就知道。大家看，我们岁季的每一件衣服领标内侧都绣了一个极小的碎花暗纹，得凑近了才能看清。我们家用的是国营厂的纯棉布料，不掉色、不缩水、耐穿耐磨。这件是劣质化纤料，成本连我们的1/3都不到，穿2次就起球开线。哎呀，我这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路口那老太太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就信了。原来是仿款啊！我说怎么那么便宜？那我这钱算是白花了。婶子，您不用担心，这不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儿，还牵扯到了我们岁季。我去帮您讨个公道。你这个卖假货的老太太，快给我退钱！你想干啥？光天化日欺负我一个老太太是不是？我什么时候卖过你衣服？你别在这讹人，就是你早上卖给我的。你还说你是岁季老板的远房亲戚，没有的事儿，我就没见过你。你们欺负我一个孤寡老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周婶子，别演了，是不是仿款？当场就能验。你摊子上的这些衣服一洗就掉色，领标也没有碎花暗纹，根本不是我们家的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婶子，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要是想让周建民在城郊继续待下去，或者是被调到更偏远的地方，你就继续闹。林穗，你把钱给客人退了。退就退，谁稀罕你们这点破东西？咱们这儿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有加班费，月底全勤还有奖金。
大家好好干，亏不了。谢谢林老板，我们肯定好好干。林师傅手艺真不错，比之前合作的裁缝铺做的还规整，做工确实过硬。后面还有一批冬装制服，量更大，大概300件，你这边能接吗？能接，现在人手够，产能跟得上，保证按时按质交付。好，回头我让小李把明细和布料送过来。林穗这丫头现在嘴皮子厉害得很，竟然还敢拿你的工作要挟我！这个林穗，小打小闹治不了他，咱们就玩票大的。儿啊，可别再瞎来了！上次赔了钱还受了处分，再闹下去工作都保不住了。工作就这么在仓库搬一辈子货？他林穗把我害成这样，我凭什么让他顺风顺水开铺子赚大钱？我已经托人打听好了，这王老板专做投机生意，本钱后路子野，正好用来对付林穗。县里下个月办展销会，他肯定要抢风头。我联系王老板，断他的后米料货源，再做一批劣质房款栽赃他，双重夹击，我就不信他还能翻身。哼！建民啊，你可千万要小心，别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有分寸。丫头，你看，县里第1届个体商户展销会的正式通知下来了，下个月15开幕，展期7天。主会场在县大操场那边，人流量大得很。这就是沈厂长之前说的那个展销会吧？正好，咱们的秋冬新款也设计的差不多了，借这个机会，正好把穗记的牌子打到乡镇去。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咱们赶紧报名，选个好位置。行，等我把手里这件样衣裁完，咱们下午就去。这是穗记第1次在全县露面，必须打响第1炮。我刚开会回来，顺路去了趟展销会组委会，给你带了正式的报名表和展位须知，省得你再跑一趟。太谢谢沈厂长了，我正说下午去报名呢，你都帮我把资料带过来了。举手之劳，展位要是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组委会那边我有熟人。好，真有麻烦我就不跟你客气了。王哥，这次就全靠您了，您路子广，本钱厚，只要按我说的做，保准咱们都能赚一笔。不就是个小裁缝铺吗？至于这么大费周章？王哥，你可别小看他，他现在铺子开得大，接了机械厂的大订单，这次展销会更是想抢乡镇的生意。他还有机械厂的路子？机械厂的厂长就是省里下来镀金的公子哥，也就新鲜这一阵儿罢了。最关键的还是他那几间临街的铺子，我还能帮您搭上供销社主任的线，到时候这县城的布料生意就都是您的了。行，这活我干了。王哥大气。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本钱我出，风头你得替我挡着，真闹出事儿来，我可不认。王哥放心，都包在我身上，您只管做生意，脏活累活我来干。丫头，不好了！我去各家布料行补厚泥料，全都没货了，说是被一个姓王的外地老板全包圆了，一匹都没剩下。姓王的外地老板，陈叔，又是周建民搞的鬼吗？那咋办啊？展销会眼看就到了，咱们现有的料子只够做样衣，接了订单都没布做，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跑了吧？别急，我娘以前留过南方厂家的联系方式，本来想着以后量大了再联系，现在正好，直接拍电报过去，加急订货，走铁路货运。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赶不赶得上展销会开幕。先拍电报问，能赶上最好，赶不上就先接预并，一样不耽误。针脚比上一批还密，袖口的衬里也换过了。上回你说袖口容易磨，我就把衬里加了一层，费不了多少料，但穿起来更耐磨。这批工光赶得这么急，你还加了工序，工期没耽误。白天做不完，就晚上加会儿班，没耽误。辛苦你了，我看你脸色不好，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展销会的布料出了点小问题，已经在解决了。什么小问题？县里的厚泥料被人全部扫走了，展销会这眼看就快到了，到时候接了单没布交货就完了。没事儿，我已经拍电报从南方调货了，也就耽误几天。你等下，我厂里仓库有一批厚泥料，是之前备的冬装工装余料，还没开封，质量跟你用的一样，有200多匹，先匀给你救急，按成本价算就行。不行不行，那是你们厂备的工装料，我拿走了你们冬装怎么办？新一季的冬装工期还有2个月，后面再订新的来得及。你展销会就在眼前，总不能看着你有订单没布料。这太麻烦你了。不算麻烦，这些布料放着也是放着，你拿去用，我仓库还能腾出地方来。那就谢谢沈厂长了。
沈厂长匀的这批料子真及时，手感跟咱们之前进的一模一样，一点不耽误事儿。是啊，这下展销会的样衣和首批大货都够了。我们加把劲儿，3天内把20款样衣都做出来，挂展位上撑场面。老板，第1款大衣的样衣做好了，您看看版型，领口再收半分，腰线下移2分，乡镇乡亲干农活多，不能太卡身子。布料送过来了，过来看看合不合用。要是差多少，我再让仓库匀。太够用了，布面比我之前进的还匀。这次真多亏了你，不然展销会我真要抓瞎。工期赶得到就好。展位我帮你搭了简易铁货架，明天一早工人过去装，省得你们自己动手。这怎么好意思，已经麻烦你够多了。公事公办，你们展位显眼，工装样品也能顺带露脸，算互相帮忙。陈叔，这是展位尺寸图，我们厂长特意让组委会加宽了半米，苏样衣更宽敞。哎呀，这可太谢谢沈厂长了，真是帮了大忙。就这玩意儿，能跟岁季的正牌比？人家可是正经厚拟料。王哥，远看一模一样就行，谁会凑上去仔细摸？咱们卖半价，乡下人就图便宜，肯定抢着要。不光卖仿款，等展销会人多的时候，我们找几个人混进去，买了正牌就换成仿款，让人闹一下，说他岁季以次充好。高啊！真要是假的，他不仅展位保不住，铺面都得充公。到时候咱们低价盘下来，稳赚不赔。明天多带几个人，展位就摆岁季对面，先打价格战。等火候到了就闹地气的事儿。放心吧，王哥，都安排好了。王哥，这次全靠您了。等搞垮了岁季，这几间铺母早晚是咱们的。大家过来看看，岁季成衣铺秋冬新款，正经国营厂纯棉厚呢料，耐磨耐脏，下地干活走亲戚都能穿。这料子摸着厚实，多少钱一件？大衣8块一件，短上衣5块，一口价，保质保量，穿3年不起球。你们就是县里新开的岁季吧？听说手艺可好了，果然名不虚传。林老板，参展都准备妥当了，今天人多，注意看好货品。都准备好了，多谢沈厂长挂心。您是来参加开幕式的？县里邀了几家国营厂过来站台。款式选的不错，乡镇市场应该受欢迎。真遇上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让小李找我。好，真有需要，我就不跟沈厂长客气了。同款大衣3块5一件，一样的款式，一样的料，厂家直供比旁边那家便宜1半还多。对面是外地来的王老板，专做劣质仿货，要不要我跟组委会说一声，让他们查一下？不用，我自己来。我知道是谁，他们上一次已经用过这招了，没想到还没死心。正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真假辨清楚，反倒省得以后麻烦。各位乡亲，对面说跟我们是同款料，是不是真的？咱们当场验一验就知道。正经厚呢料是羊毛混棉，烧起来是烧毛发的味道，灰烬一捏就碎。劣质化纤料烧起来冒黑烟，结硬疙瘩，还有股刺鼻子的塑料味儿。哎呀，这味儿差远了，便宜没好货。还是正牌靠谱，穿得久才是真省钱。大家别听他胡说，我们这摊子上的就是他家的尾单，他店里卖高价，我这半价，都是一样的货，他就是想抬价骗钱。这位老板，你说你卖的是岁季的尾单，有授权书吗？有进货单吗？有厂家的质检报告吗？我内部渠道拿的，要什么授权？内部渠道？我岁季自己的货，我怎么不知道有什么内部渠道？他的渠道是不是正规？我可以作证。现国营机械厂的工装布料与岁季成衣铺出自同一家南方国营棉纺厂，这是我们的采购合同和质检报告，品质、渠道都可查。这位老板口中的尾单，既无厂家标识，也无质检证明，是不是正规货？大家一目了然。我岁季的所有衣服都有正规进货渠道和质检报告，你这些劣质化纤料，连正规厂家标识都没有，也敢冒充我们的尾单？今天在场的各位，凡是买了这种仿冒货的，都可以拿着衣服过来登记，我们帮大家一起维权索赔。这位老板的恶意竞争行为，我已经向工作人员进行了举报。建明哥怎么办啊？沈厂长都出面帮他了，王老板会不会把咱们供出来？
慌什么？现在先离开这里。周建民，躲什么？这位王老板是你请来的吧？周建民，急什么？王老板的摊子还没收完，你这就走了？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还有事儿。不认识。王老板卖的那些劣质大衣，用的布料是谁帮他扫的货？你少在这儿栽赃，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不认识。周建民，出了事儿你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没门儿！是他周建民主动找的我，说他能帮我搭上供销社的路子，让我搞垮你的生意，然后占了你的那5间铺子。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你少他妈装！老子帮你扫料子，帮你做房款，帮你找人来闹场，你现在翻脸不认人！行，就算我认识他又怎么样？我揭发你林穗有什么错？我是不想让你骗了大家，大家也看到了，林穗他就那么一间小裁缝铺，接那么多单，做不完怎么办？到时候定金收了，人跑路了，你们找谁去？就算你林穗有5间铺子又怎么样？我就不信你还能再多出一条街的铺子来。就是，街口前年那个裁缝铺，不就是收了钱人跑了？他说的还真有可能，这订单我还是再想想吧。这年头，要是林老板真的卷钱跑了，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找回来。你说我接了单做不完，那你知不知道，我岁季这3个月已经给县机械厂交付了300件工装，每一件都按时按质。机械厂的单子能和展销会上的订单比吗？你一共就那1间裁缝铺，连放布的地方都没有，说什么大话？各位街坊，从今天开始，我岁季全面接单，不限量，不限款。我已经在计划进一步的扩店了，到时候每天都能出货，绝不会耽误工期。林穗，你吹牛也得有个数，就你那5间铺面，再扩能扩到哪儿去？谁说我只有5间铺面的？镇街1到12号都是我们林家的产业。12间？你骗谁呢？你林穗一个破裁缝，哪来这么多铺面？各位街坊可以过来看，每张地契都有房管处的红章，编号、连号，正街1到12号全在我林穗名下。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产业，白纸黑字，做不了假。还真是，这章子胡艳艳的，做不了假。乖乖，12间铺面那得值多少钱？这林穗藏的可真深。我林穗做生意，靠的是手艺，是信誉，不是坑蒙拐骗。这12间铺面就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底气。谁要是想订货，大可放心，我林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以县国营机械厂厂长的身份担保，岁季成衣铺信誉可靠，工艺过硬。我们厂下半年的工装订单已经全部交由岁季承制。林穗，你够狠，从一开始你就在耍我们周家。我耍你们，周建民。你雇刘三闹婚礼，让你妈卖假货，找王老板扫我的布料，哪一件是我逼你做的？林穗，你别得意，不就是有几间破铺子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曼，你爸徐主任还在展销会门口，要不要我去请他过来，亲自看看他女儿在展销会上做了什么？建民哥，快走啊！还愣着干什么？走，往哪儿走？周建民，你把老子害惨了！这批劣质货砸手里不说，名声也毁了，你得赔我。赔你？是你自己贪心想吞人家铺子，关我什么事儿？行，周建民，你真行。
建明哥，现在怎么办啊？我爸要是知道你又惹事儿，曼曼，你得帮我。我爸上次就说让我们别再惹林穗了。曼曼，你不帮我，我就真完了。我是为了咱们的以后啊。丫头，这下好了，周家这小子总算栽了，往后应该能消停一阵子了。陈叔，这次只是让他丢了脸面。周建民这个人睚眦必报，咱们还不能掉以轻心。放心，我会盯着他的。今天你做得很好，沈厂长，今天又欠你一个人情。你那份采购合同和质检报告来得太及时了。我说过，帮你也是帮机械厂自己。你的铺子站稳了，我们的工装订单也有保障。那好，等展销会结束，我请你去街口馆子吃面。上次答应过的，说话算话。好，我等着。老板，刚才那一闹，咱们摊位前围的人更多了。这一会儿功夫，已经接了30多件大衣的订单了。好，继续接，每单都登记清楚尺寸和取货时间。好。又给我惹事儿！展销会上当着全县人的面丢人现眼，你们是不是嫌我位置坐得太稳了？爸，都是林穗那贱人害的！你给我闭嘴！我上次怎么跟你们说的？手脚干净点，别留下把柄。结果呢，你们在展销会上闹得全县都知道。徐叔，这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想到林穗手里还有那么多地契。没想到你什么时候动过脑子？沈燕现在摆明了护着他，你还往上撞。徐叔教训的是，从现在开始，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别再招惹林穗。展销会的事闹得太大，沈燕又当众站了台，县里好多人都在打听这事儿。爸，难道就这么算了？我说的是暂时。林穗现在风头正猛，又有沈燕给他站台，硬碰硬是找死。等风头过去了，再想办法不迟。还有你闹了这么一出，把你从成交仓库调回来的事先缓缓吧。等过段时间看情况再说。我知道了，徐叔。林穗，你把我害成这样，我不会让你好过的。老板，展销会这7天，咱们一共接了400多件订单。400多件，穗丫头，咱们现在满打满算就5间铺面能干活，人手加上新招的2个女工也才10来个人，这点家底儿，400多件活做到明年也做不完啊。所以从明天开始，咱们分3路走。陈叔，你负责收铺子。展销会上，咱们穗记的名气打出去了，县里也知道咱们是机械厂的定点商户，收铺子的事儿会比上次顺利。行，明天我就挨家挨户去谈。上次王老六他们搬了之后，剩下几家态度也软了，应该不难。阿梅，你负责招人，贴招工告示，去街道办登记，熟手优先，生手只要手脚麻利，愿意学的也要。第一批先招15个，明白？我明天一早就去贴告示。我自己负责规划铺面，1到5号照旧，6到8号做第2车间，9号做裁剪和整烫，10号做成品仓库，11号和12号打通做布料仓库。丫头，你这脑子里早就把这盘棋下好了吧？在展销会上的时候，周建民说我接不了那么多订单，我就一边接单一边把扩铺的事儿全算好了。老板，我们跟着你干。展销会组委会那边评了3个最受欢迎摊位，有你们穗记。还有这回事儿？刚刚颁奖，你忙着接单，我替你领了。沈厂长，这份人情我记心里了。别光记着人情，你答应的面什么时候请？今晚就请，街口面馆，不见不散。恭喜，展销会大获全胜。敬你，要不是你一路搭桥铺路，我林穗现在还窝在那间小裁缝铺里给人补衣服。你有手艺，有头脑，我只是给你递了根绳子，能不能爬上去，全看你自己。沈厂长，我有个打算，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我准备把剩下的店铺全收回来，前店后厂，布料从后面进，成品从前面出，流水线作业，这样不管接多少单子，产能都能够跟得上。规划很周全，方案也可行，但有个问题，你这一下子要添缝纫机、锁边机、熨烫台，开销恐怕不小，你的资金够吗？展销会的定金收了1800多，加上之前的积蓄，凑一凑能撑过前2月。只要第2车间开起来，产能跟上了，后面的回款就快了。设备的事儿，我回头也帮你问问，能省一点是一点。那就又要麻烦你了。不麻烦，
相处了这么久，我们应该也算得上是朋友了吧？当然算。对我而言，朋友的事就是我的事。丫头，6到12号铺面已经全部腾空了，9号的裁剪台和整烫台已经在搭了，10号的货架明天到位，11号和12号的布料架子今天下午就能装完。辛苦陈叔了。老板，第一批招的工人到了，10个熟手，8个生手。继续第二批招工，除了招工告示，也可以去劳务市场那里找找。好，我等会儿就去。大家能来岁季就是缘分。岁季的规矩先说清楚，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月底全勤有奖金，加班有加班费，每月15号准时发工资，绝不拖欠。但有一条，谁要是把活做砸了，返工按工时扣钱，公平公正，一视同仁。林老板，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岁季现在是咱们县里的金字招牌，能在岁季做工，脸上都有光。那天从面馆回去后，设备的事儿我帮你打听了一下，有眉目了。县被服厂记得吗？前2个月跟市里合并了，搬走的时候留了一批旧机器，一直没人要。被服厂的，那都是正经工业机子啊。对，我找人去看了，15台缝纫机，5台锁边机，2台熨烫台，机器不新，但保养的不错，换批皮带和缩芯就能用。这得多少钱？老厂长我认识，按折旧价走，不到市价的3成。3成？这也太便宜了。人家放仓库里也是落灰，不如给用得着的人。你要是觉得行，我让小李带你去看，看中了直接拉回来。当然行，这可帮我省了一大笔钱呢。我明天就去。我这可是又欠了你一个大人情。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在工装订单上多下点功夫。明年的工装我们厂还要加量，质量这一块我只信得过岁季。你放心，有了这批设备，产能能翻一番，工装和订单两不误。这批机器当年都是好家当，要不是合并换新设备，再跑10年都没问题。磨损很轻，换批皮带和缩芯就能用。铸铁的比现在市面上铁皮机子稳得多，保养的也好，把皮带和缩芯换换，保证跑起来跟新的似的。加上咱们原来的机子，现在32台了。15台缝纫机，5台锁边机，2台熨烫台，我全要了。林老板痛快。孙厂长，我们沈厂长可说了，林老板要的多，让你给个实在价。你们厂长可真是，放心吧，我给的都是良心价。周哥，人带来了，2人手都巧，之前在老布庄干过。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岁季成衣铺应聘，干满半个月就走，走的时候把熟手都带过来，我给你们每人10块钱辛苦费。10块？那岁季工资开的可不低，我们犯不着冒这险。再加5块，你们过去之后就到处说岁季科代工人天天熬夜赶工不给工钱，闹得人心惶惶的。事成了再加3块。行，这活我们干了，不就是煽风点火吗？简单的很。记住，闹得越大越好，最好让他招不到人，赶不出订单，赔死违约金才好。周哥，你这招真够狠的。管好你的嘴，要是让我知道你漏了半点口风，还有刚才那2个人，也记得敲打一下。我懂，干我们这行的，拿了钱办事是应该的。林穗，单子完不成，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守得住你的那几间铺子。你这走线得再练练，针脚不均匀，先做基础款。基础款？我以前可是在布庄做过好几年的老手，是你们这机子太旧了。对啊，这是从哪儿淘的破机器？就这机器，一天能做几件衣服？不能干的话，现在就可以走人。行吧，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你们不知道吧？岁季现在是看着风光，订单堆成山，可老板为了赶工期，天天让咱们熬夜加班，加班费都没个准数。不会吧？林老板说加班有加班费的。有是有，可你算过没？一天熬到半夜，才加那几个钱，还不够买膏药贴腰疼的。我可听说了，展销会那批订单就剩不到一半了，等做完这批，后面有没有活还不一定呢。就是，隔壁县有家新开的成衣铺子，正缺人，待遇比这儿好多了。
老板，最近车间里有些不对劲，新来的那2个老在休息的时候跟人嘀咕，说岁季做不了多久就要裁人，还说什么隔壁县有家铺子待遇更好。哪2个？就是上周一起招进来的一胖一瘦那2个，手艺不咋地，话倒是不少。今天早上就有个女工来找我，问展销会订单做完以后还有没有活干。这2人什么来路？说是以前在老布庄干过，可我看了他们的手艺，走线都走不直，不像老手。你去把他们叫过来，我在这儿等着。哦。来岁季这些天还习惯吗？习惯。吃得好，住的也好，老板您对我们没话说。可我听说你们对岁季有点意见。没有，哪敢有意见？那岁季做不久，隔壁县有更好的铺子，这些话是谁说的？老板，您误会了，我们就是闲聊，随口说说。你们刚才还在车间里跟人嘀咕，说岁季克扣工资，压榨工人，这话也是闲聊？那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岁季的规矩，你们一来就讲清楚了，按件计酬，加班有加班费，全期有奖金，每月准时发工资。你们来了1周，哪一天加班费少了你们的？阿梅试过你们的走线，针脚歪歪扭扭，根本不像在老布庄干过的熟手。说吧，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就是来应聘的，没人让我们来。好，既然没人让你们来，那岁季也不留你们。阿梅，给他们算清工资。你不能这样，我们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赶我们走？凭你们在车间煽动工人、散布谣言，我本来可以把你们送去街道办，但看在你们来了1周的份上，工资结清，好聚好散。怎么办？回去怎么跟那人交代？先出去再说。不是我们不干事儿，那个林穗太精了，没几天就看出来了，直接把我们赶出来了。赶出来了？他问我们是谁派来的，我们可一个字儿都没说。行了，拿着钱出去以后少提这件事儿。这比说好的少了10块。事儿没办成，还想拿全额？我们可没把你供出来，这封口费总得够数吧？再说了，岁季那边把我们赶出来，这事传出去，谁还敢雇我们？这损失你也得赔吧？拿了钱赶紧走，以后再别让我看见你们。周哥，这招不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走了一个，还有下一个。他不是招工吗？去，帮我散个消息。岁季最近招人，但不管吃住，工资压3个月才发。周哥，不愧是你。消息放出去以后，你再去找几个泼皮，半夜往岁季门口泼一桶脏东西，挂个牌子：黑心裁缝，拖欠工钱，不用署名，让他查都没处查。这事儿我去办，你放心。林穗，你查出2个探子又怎样？谣言这种东西，一旦传开了，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你最好别出错，你出一点错，我就让它变成100个错。老板，那2个人肯定是受人指使的。能绕这么大弯子往岁季塞人，除了周建明，没有第2个人。丫头，那2个人虽然赶走了，但他们在车间说的话已经传开了。今天有个女工来找我，拐弯抹角的问展销会订单做完以后还有没有活。陈叔，把排产表贴在车间公告栏上，每一笔订单都写清楚交期和数量。老板，你连排产表都贴出来，那不是连岁季接了多少单子都让人知道了？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岁季有多少订单，订单做到哪一步了。周建明不是想让工人觉得岁季做不长吗？我就把所有牌摊开。行，我这就去办。你们看，展销会订单后面还排着机械厂的冬装订单，300件儿。各位，我知道最近车间里有些话传得不太中听，今天我把排产表贴出来，就让大家都看清楚，岁季现在的订单排到明年正月都做不完。林老板，那之前有人说展销会订单做完就没活干，那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风。岁季现在6个车间满负荷运转，下个月还要再招一批人，只要大家手艺过硬，踏实肯干，岁季就有干不完的活。大家放心，
老板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我阿梅来岁季这么久，每个月的工钱1分都没少过。就是，老板对咱们是真的好。前些天那些话，肯定是有人乱嚼舌根。以后大家听到什么风言风语，直接来找我或者找阿梅，岁季的门永远是敞开的。哥，就这儿，这桶泔水泼上去，明儿早一开门，恶心死他们。你看着点人，我来泼。住手！跑哪儿去？说，谁让你们来的？没人让我们来，我们就是喝多了，瞎胡闹。大半夜拎着泔水桶瞎胡闹，你当我是3岁娃娃？拦住他们！这俩兔崽子跑得倒快，都怪我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让那2个兔崽子跑了，只捡了个破铁皮桶，上面什么标记都没有。陈叔，您别自责，您能守住铺子，没让他们得手，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人跑了，就算咱们知道这和周建民脱不了干系，也拿他没办法。这小子3番5次的搞破坏，得彻底把他摁下去。陈叔，时候还没到。周建民毕竟在供销社干了这么多年，跟徐家又有那一层关系，咱们没有铁证，贸然出手，反而会被反咬一口。那就这么算了。一想到还要看那小子继续蹦跶，我这心里就不痛快。陈叔，不用急，周建民能使的招也就那几个，他和徐曼又没结婚，徐主任对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真希望这小子赶快遭报应。林同志，听说昨晚你这边又出事了。沈厂长消息灵通，没什么大事，就是有人想往门上泼泔水，被陈叔赶跑了。周建民干的，知道是他干的也没用。需要我帮忙吗？沈厂长，不是我不想追究，是眼下没有实证，而且现在最要紧的是展销会订单。我要是分出精力去跟他耗，订单交不上，赔的是岁季的信誉。你说的对，眼下稳住生产是第一位的。不过周建民这人不会善罢甘休，你还是要有所防备。我知道，铺子这边陈叔每天夜里都带着人巡逻，仓库也加了锁，他不会再有下手的机会。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另一件事。省城下个月有个服装展销会，规格比县里高，面向全省的商家和供销社。省城的展销会，岁季现在这个规模能去吗？岁季现在的资质完全够，而且这次展销会安排了专业模特走秀，你设计的几款大衣可以在台上展示。模特走秀，那得提前准备样衣。时间还有1个半月，来得及。我认识省纺织公司的负责人，可以帮你引荐。省城的展销会，这是个更大的舞台。如果能在省城打开销路，岁季就不再只是县城的裁缝铺了。沈厂长，这事儿我接了。不过我听说省城展销会的展位费不便宜。展位费的事儿你先别急，县里对参加省展销会的个体户有扶持政策，能报销一部分，剩下的以岁季现在的营收，应该不成问题。那好，我这就开始准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沈厂长，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朋友之间不说这个。周哥，打听到了，林穗要去省城参加展销会，正在准备样衣呢。省城展销会，他倒是有野心。听说还是沈燕帮他牵的线。又是沈燕，林穗啊林穗，你搭上了沈燕这条线，就想往省城爬。周哥，咱们怎么办？之前那几次都没成功，要不这回咱们再找人去闹？闹，在省城展销会上闹，那是找死。省城部比咱们县安保严得很，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越做越大。我上次让你查的事儿有消息吗？岁季从南方进的布料，
走的是哪条线？查到了，走的是铁路货运，在省城火车站中转，然后由县运输队的车拉到县城。中转的时候，货在省城火车站要停多久？一般停1、2天，等县运输队的车来拉。1、2天，够了。你去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等岁季的布料到了省城火车站，找机会做点手脚。做什么手脚？不用太复杂，把布料外包装弄破，泼几桶水上去。他林穗在省城展销会上接了大单，回来发现布料全废了。我看他拿什么交货。周哥，你这招真损。不过咱们在省城火车站没人啊。我托王老板搭过省城的线，虽然上次展销会闹掰了，但他手下有几个小兄弟还欠着我人情。你去帮我跑一趟，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行，我这就去办。记住，手脚干净点，别让人抓到把柄。周哥放心，又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了。林穗，县里我动不了你，省城你总鞭长莫及了吧？没了布料，我看你的岁季怎么撑下去。老板，都11点了，你还不回去歇着？省城展销会的样衣设计还差几款，我想今晚把草稿都画完，明天就能开始打版。老板，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设计？我娘留下的裁剪书里有很多老款，我自己再根据现在流行的样子改一改。省城展销会不比县里，款式得更时髦才行。这款女士短外套用驼色呢料做双排扣，腰间加一条同色腰带，省城的女同志上班穿，既保暖又精神。老板，你连省城女同志喜欢什么都研究过？上次沈厂长带了几本省城的服装杂志过来，我翻了翻，大概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沈厂长对咱们岁季真上心。别瞎说，人家是希望咱们在省城展销会上能有好成绩。岁季接了机械厂的工装订单，岁季发展好了，对他们厂也有好处。行，反正沈厂长3天2头就往咱们铺子里跑，大家都看在眼里呢。阿梅，还不去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赶工。好，我这就去。老板，你也别太晚了。省城展销会是岁季往上走的第1级台阶，这个机会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哥，就是这几包吧，岁季成衣铺，没错。对，周哥说了，把外包装弄破，泼上水就行。行了，快走。怎么湿的？老周，你过来！陈叔，咋了？这批货怎么回事？你看这料子全潮了。我也不知道啊。在省城火车站装车的时候还好好的，一路拉回来也没下雨，怎么可能潮成这样？陈叔，怎么了？丫头，你看这批厚呢料，外包装被人划破了，料子全泡了水。这些发霉的已经不能用了，没发霉的也缩了水，尺寸对不上了。破口整齐是刀划的，这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的。谁干的？又是周建民那小子。料子在省城火车站中转的时候出的事，县里到省城200多里，除了他，谁还会专门跑到省城去祸害我的货？这可咋整？这批料子是你专为省城展销会订的高档呢料，现在能用的不到一半，展销会样衣还没做完呢，后面接了大单也没法交货呀。陈叔，先别急，把还能用的料子挑出来，看看具体还剩多少。就算挑出来了，这点料子也只够做展销会的样衣。要是展销会上有客户下大单，咱们根本不敢接。样衣先保住，补货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南方厂家的加急电报还留着，再派一份过去，让他们优先排产，最快速度发货。
就算南方厂家加急，来回也得10天半个月。万一省城展销会的订单量比县里大得多，咱们不敢接单，那不是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光靠南方厂家不够，我想去省城看看，那边应该有大型的布料批发市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现货，先买一批回来应急。我陪你去省城。不用，陈叔你留在铺子里盯着，展销会样衣不能耽误，车间里的生产也不能停。我去省城2天就回来。行。谁啊？是我，沈燕。沈厂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听说你明天要去省城。消息传得真快，是陈叔跟你说的？嗯。老陈说你那批货在省城火车站出了点岔子，你要去省城重新找布料。对，布料被水泡了一部分，省城展销会的备料不够了，得想办法补一批。货在省城火车站出的事儿，是周建民干的？没有证据，外包装的破口像是刀划的。省城火车站货运站人来人往，谁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我记下了，以后你的货走铁路，我让机械厂运输科的人帮忙对接，到了省城直接转运，不停留。又麻烦你。给，去省城的火车上吃。沈厂长，这……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省城那边我有几个熟人，经营布料批发的，他们的店就在省城火车站旁边的大市场里，货全价实，比你自己去人生地不熟的瞎找强。这是地址和联系人，我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了，你到了直接找他们就行。沈厂长，你昨天就知道布料出事了？运输队的老赵和我们厂运输科的人是老相识，他回来一说，我就让人打听了一下省城那边的布料市场情况。谢谢你。早去早回，岁季还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还有，周建民那边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这就是省城，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岁季要是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不怕周建民在县里耍什么阴招了。姑娘，买布。请问是张老板吗？我是岁季成衣铺的林穗，沈厂长介绍过来的。哦，林老板，沈厂长昨天特意打过电话，说你要来选一批厚呢料。来，里面坐。沈厂长在电话里说了，你在省城展销会上要用货，要求质量好，交货快。我昨天专门给你清了一部分库存，你看看合不合用？这批是南方的精纺呢料，羊毛含量高，手感比普通厚呢料细腻，做高档女装最合适。省城供销社的女同志都穿这个料子。这料子确实好。张老板，现货有多少？现在仓库里有80匹，你要是觉得行，我马上安排人给你打包，今天就发车。80匹不够。我展销会上可能要接大单，备料至少得准备200匹往上。200匹，林老板，不是我不给，实在是这批料子供不应求，下批货要等10天以后才能到。能加急吗？价格好商量。不过我这里还有一批混纺的料，价格便宜2成，做中档服装也够用。你要是急用，2种料子各要一批，先用精纺料做样衣，混纺料备大货，怎么样？行，就按您说的办。精纺料先发80匹，混纺料发120匹。货款我回头从邮局汇过来。货款不急，沈厂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展销会成功了，再结也不迟。那怎么好意思？没事。沈厂长在电话里说了，岁季的信誉他一力担保。我信得过沈厂长，自然也信得过你。老板回来了。丫头，省城那边顺利不？顺利。精纺呢料80匹，混纺呢料120匹，一共200匹，全到货了。加上咱们之前没泡水的那批，备料绰绰有余。那就好。这2天我这心里7上8下的，生怕省城展销会黄了。老板，你不在的这2天，车间加班加点赶样衣，已经做了12款出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行，带我去看看。
这件袖口的翻边做的不错，但腰身收的不够利落，版型上还要再调一调。记下了。老板，还有哪些要改的？这件驼色短外套的双排扣间距不太均匀，拆了重新钉。这件货绿色风衣的衬里换一下颜色，灰色衬里太沉闷了，换成浅驼色的。其他的几款基本没问题，可以打合格标了。各位辛苦了，这批样衣是岁季成立以来做的最好的一批，每一件都经得起细看，拿到省城展销会上绝对不丢人。林老板，听说省城展销会还有模特走秀呢，咱们岁季的衣服要上 T 台了。对，所以咱们更不能掉以轻心。省城的客户眼光高，衣服上每一个细节都是岁季的脸面。丫头，省城展销会还有1个月，样衣是做完了，剩下的大货备料也够了。接下来咱们干什么？接下来是品控。省城展销会不光要接单，还要拿口碑。我打算把品控标准再提高一档，从今天开始，每件出厂的衣服都要经过3道检验：缝制检验、整烫检验、包装检验，不合格的一律返工。省城展销会这批货，岁季要做到零瑕疵。职工周建民在城郊仓库反省期间不思悔改，多次雇人滋扰个体商户，造成恶劣影响，记大过一次，调往南山乡代销点工作。爸，南山乡那地方离县城60里路，全是山路，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你还有脸说？我上次怎么说的？让你们别再招惹林穗，等风头过去再说。他倒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撞上去。爸，建民哥也是为了什么？为了他自己那点面子。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心胸狭窄，做事不计后果，根本不是能托付的人。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建民哥？他做这些不都是为了报复林穗吗？那个林穗当众退婚，让建民哥在全城人面前丢尽了脸。丢脸也是他自找的，我打听过了，从一开始就是他雇人在婚礼上栽赃，被林穗当众揭穿。这种人品还想娶我徐某人的女儿？爸，曼曼，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不许再跟他来往。南山乡那个地方，山路18万，去了就难回来。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别把自己搭进去。我不，建民哥对我好，我不能在他最难的时候抛弃他。糊涂！他让你帮着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叫对你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和他混在一起的那些地痞，是谁打着我的旗号给他找的？你要是再跟他搅在一起，以后供销系统的工作你别想了，我徐家的门你也别进了。曼曼，怎么样？建民哥，去南山乡的事儿改不了了。怎么会改不了？你爸他……曼曼，我不是凶你，就是……我去了南山乡，前途就彻底毁了，我还怎么娶你啊？建民哥，你先去，我会再劝劝我爸，想办法把你调回来的。林穗、沈燕，你们等着，南山乡再远也关不住我。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把你们欠我的一点一点全讨回来。丫头，省城展销会的样衣全部装箱了，20款，每款3套，一共60件，一件不少。好，陈叔，样衣装箱前每一件都检查过了吗？我亲自盯的，从领口到袖口，从里衬到纽扣，每一道线头都剪干净了，每一件都用白布套好，保证到了省城，拆开跟新的一样。运输的事儿呢？安排好了，机械厂运输科的小李帮忙联系了车，后天一早出发，走公路直达省城，不走铁路中转。不走铁路？沈厂长特意交代的，说公路虽然慢一点，但中途不停留，货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省得像上回那样在火车站被人动手脚。布料在省城火车站被泡的事，他一直记着，连运输路线都替我重新安排了。行，就按沈厂长说的办。阿梅，在呢，老板。展销会期间，你跟我去省城，把手里的活交接一下。这2天把要带的工具和备用布料整理好。好嘞，老板，我还没去过省城呢。听说省城的大马路有咱们县城4、5个那么宽。你以为是去逛大街的？岁季的脸面都在这批样衣上了，你可得打起12分精神。陈叔，您放心，我阿梅什么时候掉过链子？铺子里的事儿就交给您了，车间生产不能停，展销会接的零散单子照常做，工人考勤和工资发放都按老规矩来。
有什么拿不准的，等我回来再说。丫头，你放心去，家里有我，出不了岔子。倒是你们俩，省城人生地不熟的，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县里的展销会是敲门砖，省城的展销会才是真正的台阶。岁季能不能从这个台阶往上走，就看这一趟了。沈厂长，怎么有空过来？后天出发，准备的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后天一早就走。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周建民被调走了。调走了？调到南山乡代销点，通知已经下了，最迟下周就要去报道。上次布料被泡的事儿查出来了？布料的事没有直接证据，但他在县里接二连三的雇人闹事，这些事儿加起来，这个处理结果不亏。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我在跟县里相关部门谈机械厂制改项目的时候，聊到县里现在对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顺便提了一句。这个处理结果恐怕不只是提了一句吧？我只说了岁季是县里重点培育的个体户典型，但近期多次遭到恶意滋扰，影响了正常生产经营。其他的，是他们自己查出来的。南山乡条件艰苦，山路难走，他短期内应该没有精力再来找你麻烦。你可以安心去省城，不用再分心防着后面。沈厂长，你帮了我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这份人情。不用记人情，我说过，你稳稳当当做生意，岁季按时按质交工装，我们机械厂也省心，这是互利互惠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很多事情你本可以不做的，也都不在互利互惠的范围里。林穗，有些事我愿意做，不是每一件都需要算得那么清楚。不管怎么说，谢谢。等从省城回来，我请你吃饭，不是街口面馆，换一家好一点的。那我可记着了。展销那边遇到什么难处，打我办公室电话。省城我比你熟，随时可以帮你联系人。好，我记下了。老板，人越来越多了，你说咱们的走秀什么时候开始？各位来宾，下面请欣赏成衣区岁季成衣铺的秋冬新品展示。来了。这款驼色的短外套不错，领口的翻边做的讲究，省城商场里没见过这种款式。料子也好，看着像精纺呢料，光泽和手感都比普通厚衣料高一个档次。这做工不像县里出来的。林老板，这款双排口短外套我要订200件，交货期要多久？您贵姓？留个联系方式，展销会结束后我统一排产，工期大约1个月。免贵姓王，临县供销社的。你们岁季的名声我在县里就听说过，没想到在省城展销会上碰上了。王经理，谢谢您信得过岁季，订单细节咱们稍后详谈。不少事没说好吧？沈厂长，你来啦！你看我们老板今天比县里展销会的时候还厉害，一个人应付这么多客商，一点都不慌。他本来就是做大事的人。老板，昨天一天就登记了40多个意向客户，今天这才刚开门，又来了一波。把昨天登记的客户按订货量排个序，大衣和外套分开列，回头排产的时候按品类统一安排。请问是岁季成衣铺的林老板吗？我是林穗，请问您是？我姓周，省城百货公司的采购经理。省城百货公司，这是省城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能在里面设专柜的成衣品牌，至少都是地区1级的国营大厂。他主动来找岁季。昨天我看了你们的走秀，也看了展位上的样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百货公司想在女装区设一个岁季专柜，不知道林老板有没有兴趣？
周经理，岁季很愿意跟省城稳定的供货能力和持续的款式更新，我想先了解一下贵公司对这2方面的具体要求。月供货量不低于200件，款式每月更新不少于5款。质量方面，百货公司有专门的质检部门，每批货都要抽检，不合格的退货。月供货和月更新的要求，以岁季目前的产能完全可以满足。质量上，岁季的品控标准不比国营大厂低。那我就放心了。林老板，具体的合作条款，我想等展销会结束后再跟你详细谈。名片上有我的电话，你有空了随时联系我。好，周经理，展销会结束后，我回去准备相关资料，下周专程到省城来拜访您。省城百货公司专柜，娘，您的裁缝铺子现在要把招牌挂到省城最大的商场里去了。大衣320件，短外套180件，风衣90件，这是已经签了意向书的，还有10几家说回去考虑考虑，明天再来。加上这些意向顾客，总订单量大概能到多少？我算算。老板，这一趟下来，咱们岁季接的单子差不多要上千件了。上千件啊，老板！咱们出来之前，县里展销会那400多件订单都觉得不得了了，现在直接翻了1倍还多。上千件订单，回去以后要把第2车间的人手再翻1倍，缝纫机和锁边机也得追加，物料库存要翻倍，仓库得再扩2间铺面。老板，你说咱们岁季现在算不算县里最大的成衣铺子了？正街12间铺面全部用上了，工人60多个，月产量500件以上，产品进了省城百货公司，在县里我们岁季应该算头一份儿。太好了！但越做越大，担子也越来越重。中间哪个环节出了岔子，砸的是岁季的招牌。老板，你放心，有你在，岁季肯定不会出岔子。订单多了，咱们就招更多的人，加更多的班，总能做出来的。你说的对，一步一步来，总能做出来。早点睡吧，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展销会，完了还要收拾展位，打包样衣，联系回程的车。省城展销会这条路走通了，县里的基础已经扎稳了，接下来要把岁季的招牌挂到更远的地方去。60里山路，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林穗、沈燕，你们够狠！这破地方，班车只到山脚下，我走了3个钟头。建明哥，你看看我这鞋，新做的，全毁了。曼曼，你怎么来了？我想来就来了。你就住这儿，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你看到了吧？你爸把我发配到这儿，就是想让这些烂事把我磨得没脾气。我现在前途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就再挣回来。我爸不帮你，我帮你。曼曼，你爸不让你见我了吧？你怎么帮？他不让我做的事儿多了，我哪件没做？我徐曼长这么大，最讨厌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曼曼，你对我好，我知道。可你看看这地方，这地方怎么了？不就是破点吗？建明哥，别说你咽不下这口气，他林旭能风风光光的，我也能。你说的轻巧，我在这代销点1个月10来块钱，够干什么？做买卖啊！这南山乡偏是偏，可越偏的地方越没人管，山里人买东西不方便，只要便宜就有人抢。曼曼，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林穗的岁季不是越做越红火吗？牌子都打到省城去了，这对我们来说算是好事儿。什么意思啊？咱们去弄一批积压的便宜布料，成本压到最低，照着岁季的款做。他卖8块1件，咱们卖3块。3块？那山里人肯定抢着买。岁季的名声越响，咱们的生意就越好做。买回去质量不好，顾客骂的是林穗，又不是咱们。建明哥，还是你脑子活，到时候他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口碑，咱们帮他砸了，他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他林穗做正牌，咱们就做仿货。他铺子开得越大，咱们赚得越多。等把这10里8乡的生意都吃下来，攒够了钱，再看我怎么收拾他。林穗，
你就使劲把碎记往大了做，你的牌子越亮，我在这山沟沟里转得越狠。林老板，恭喜！听说省城展销会你不仅接到了大单，还拿下了省城百货公司的专柜合同。县里很多人都说岁记是今年全县个体户里表现最好的。沈厂长消息还是这么灵通，合同还没正式签呢，有些条款我还要再跟周经理确认一下。能拿下省城百货公司的专柜，就说明岁记的产品已经达到省城标准了。他们选供应商一向很挑剔的。说到这个，还得谢谢你帮我引荐省城纺织品大市场的张老板，他那批布料在展销会上帮了大忙，好几个大客户都是冲着料子手感好才下的大单。张老板做布料生意几十年了，货源正，价格公道，你以后可以长期合作。我也这么想。对了，你今天来是有正事儿吧？明年开春，县里打算推荐一批优秀个体户参加地区的诚信商户评选，我打算推荐岁记。诚信商户评选，这对岁记来说是好事儿。有了这个名头，跟省城百货公司谈长期合作协议的时候也更有底气。岁记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证明、员工花名册和工资发放记录，还有近2年的经营情况汇总。材料准备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好，沈厂长，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什么话？你帮了我这么多，除了互利互惠，还有别的原因吗？一开始是因为那次补衣服没带钱，我欠你一份人情。后来呢？后来在周家婚礼上看到你那么从容地面对那些事儿，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不该被这些烂事拖住。他有更大的路要走。不说这些了，诚信商户评选是年后的事儿，眼下你先忙省城专柜的合同，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好。各位工友，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几件事要说。第一，省城展销会之后，岁记的排产任务大概是1200件。这批订单关系到岁记能不能在省城站稳脚跟，也关系到在座每一个人的收入。第二件事儿，为了赶这批订单，接下来3个月会比较辛苦，加班费按平时的2倍算，月底准时发，1分不会少。另外，从这批订单开始，岁记实行新的质量奖励制度，每做完100件衣服，抽1件做全面检查，合格率最高的班组，月底额外奖励10块钱，连续3个月合格率第1的班组，年底再发20块年终奖。10块钱奖金，咱们1个月的工资才40来块，这要是1个月多拿10块，年底还有20块，那可是不小的一笔了。奖金是好，可要求也严啊，抽检不合格要返工扣钱的。本来就是凭手艺吃饭，手艺好就有奖金，手艺不好就返工，公平得很。林老板定的规矩，我服。老板，10块钱1个月的班组奖金，加上年底20块，算下来1年光是奖金就要多发不少钱，你确定不会亏吗？高投入才有高回报，而且质量上去了，退货率就低，口碑就好，客户就更愿意下大单，这个账算得过来。老板，你每次说这种话，我都觉得你不像是开裁缝铺的，倒像是做大生意的。裁缝铺做好了就是大生意。是，去把这份告示贴到车间公告栏上，让每个班组组长都来签个字。1200件，80个工人，12件铺面，每走一步摊子就大一圈。但摊子越大，越不能出乱子。林老板，合同条款咱们上次电话里已经沟通过一轮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周经理，合同整体没问题，只有一条，结算周期能不能改成半月一结？岁季现在正在扩产，原材料采购和工资发放的资金周转压力比较大。
半月一结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财务制度。百货公司的供货商都是月结，这个口子一开，财务那边不好交代。周经理，岁季的情况您也了解，供货能力是实打实的，您看这样可以吗？前3个月的半月结算是过渡期，3个月后恢复月结。林老板，说实话，展销会上你们岁季的样衣质量和走秀效果，在我们采购部内部评价很高。客户反馈显示，岁季的款式比几个老牌子受欢迎。冲着这个，我可以跟财务部特批，前3个月按半月结算，算是扶持成长期，3个月后恢复正常月结。谢谢周经理通融。那咱们就签字吧。省城百货公司专柜合同签了，这是岁季走出县城的第一步。接下来每一个月、每一批货都要用质量说话。招牌立起来不容易，倒下去却很快。林老板，岁季专柜定在下个月1号，在百货公司3楼女装区正式开张，到时候还请你来省城参加剪彩仪式。一定到，周经理，合作愉快。岁季又挂新牌子了，上次挂牌子是省城百货公司专柜供应商，这回是地区诚信商户候选，一步一个台阶呀。人家林老板有本事，从2年前被周家退婚到现在，你瞧瞧，产品卖到省城去了，咱们县里哪个个体户能做到这个份上？碎丫头，你娘要是能看到今天这场面，不知道得多高兴。谢谢婶子，岁季能做到今天，离不开街坊邻里的帮衬。恭喜，沈厂长，岁季能走到今天这步，你在背后使了多少力，我心里有数。我只是递了几次消息，搭了条线，其他的全靠你自己努力。沈厂长，你帮我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在心里。好了，不说这些。年后诚信商户评选出了结果，岁季又要忙一阵子，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在供销社对面那块空地上建一座新厂房，12间铺面已经用到极限了，产能顶到天花板，再不扩建，省城专柜的供货量就稳不住。建厂房是个大动作，需要的手续不少，我帮你了解一下相关流程。又要麻烦你了。朋友之间不说这个。老板，省城周经理来电话了，说专柜这个月的销量又涨了，问咱们能不能把新款大衣的样衣早点送过去。你看，说产能，催货的电话又来了。你先忙，用地的事儿有眉目了，我来告诉你。好。新款衣服，岁季同款，亏本处理。这款式看着跟岁季的差不多，料子摸着粗多了。大叔好眼力，岁季在县城卖8块。我这个只要3块5，内部尾货，穿身上看不出来。3块5倒是便宜，不过料子确实粗，线头也多。管他呢，3块5穿一个冬天就够本了。给我来一件。你这衣服领标怎么是空的？我闺女在县城给我买过一件岁季的大衣，领标上绣着一朵小碎花，你这啥也没有。是不是假货？婶子，我这是内部尾单，有点小瑕疵，没打标啊。料子也粗得多，跟我闺女买的那件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买了。建明哥，那人说岁季领标上有碎花暗纹，这个咱们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不做，这10里8乡有几个见过真岁季？下个集换个地方摆。今天才卖了7件，比上个集少了1半。建明哥，这样不行。上次那妇人能认出暗纹，说明岁季的货已经卖到南山乡了。咱们的仿货做工太糙，回头客越来越少。要不，咱们把做工再做好一点。做好一点？好料子什么价？你又不是不知道。用好料子成本上去了，还怎么卖3块5？没人买，咱们喝西北风去。那总不能一直这样糊弄下去吧？
我今天听旁边摊子的人说，有人买了咱们的衣服，穿了1个星期就开线了。在集上骂了半天，骂也是骂岁季，又不是骂咱们。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丫头，上个月的数据怎么样？还不错。周经理说，下个月打算把专柜面积扩大1倍，从3楼女装区最里面的位置挪到中间去。扩大1倍，那咱们的月供货量不是也要增加了？下个月开始每月供货300件，所以还得再招一批人。我已经让阿梅去街道办登记招工信息了。老板，招工告示贴出去才3天，报名的人已经排到40多号了，好多是从别的裁缝铺过来的，说跟着岁季干有奔头。哈哈哈哈哈！现在全县谁不知道岁季是金字招牌？金字招牌是好事，但牌子越大越不能飘。老板，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咱们岁季要不要考虑开分店啊？省城都设专柜了，地区那边是不是也能开一家？分店不急，先做生意就像踩缝纫机，针脚一步一个印，踩得太快线就走不直。说得对，稳扎稳打，不冒进。你比你娘当年做生意还稳当。我娘要是能看到岁季现在的样子，应该会高兴吧。周建民，你上次拿那批布料说好上个月结账，拖了快2月了，今天必须结，再不结，我就去乡里告你。赵哥，再宽限几天，下个集我一定宽限。上回你说宽限半个月，上上回说1个星期，今天拿不到钱，别怪我不讲情面。赵哥，一共30块，您先收着，剩下的下个月一定还上。看在你的面子上，再给1个月，下个月还不上，咱们乡里见。这样下去不行，那些仿货根本卖不动，堆了一屋子，债主3天2头上本，这日子没法过了。建明哥，要不把这几台旧机子卖了，先还上一部分债。卖了拿什么翻身？林穗能从1间破裁缝铺做到12间，我怎么就不能？可咱们跟他不一样。建明哥，南山乡的人虽然穷，但也不是傻子，买过1次就知道上当。乡里今天贴了通知，代销点下个月裁撤，这间屋子也得收回去，连住的地方都快没了。建明哥，我想了好几天了，咱们在南山乡待不下去了，仿货卖不动，欠了一屁股债，代销点也要裁了。建明哥，你就听我一句劝，让我回去求我爸。他虽然骂我，到底是我亲爸，不会真不管我。回去求你爸？他把我发配到这儿就是不想看见我。求他有意义吗？有意义。南山乡代销点裁撤了，你编制还在，按规定本来就可以调回去。你低个头认个错，他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回去以后干什么？原岗位肯定回不去。哪怕是临时岗位也行。后勤仓库不是缺搬运工吗？先干着，等风头过去了，我再慢慢磨我爸。关键是，咱们不能再待在这儿了。再待下去，别说翻身，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回去跟他说吧。就说我周建民认栽了，求他给条活路。认栽？不可能！等我回了县城，有的是机会。林穗的岁季越风光，我心里这把火就烧得越旺。等着吧。
老板，省城周经理那边催秋冬新款的样衣了，问咱们什么时候能送过去。另外，老街口那家布店老板说想代理咱们的货，在乡镇买，问行不行？样衣3天内装箱发走，乡镇代理的事先不急，等诚信商户评审过了再说。丫头，评审人员明天就到了，车间我都打扫干净了，样品也备好了。陈叔辛苦了，这次评审是岁季拿正式牌匾的关键一步，不能出任何差错。你还知道回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山沟里跟那个周建民鬼混。爸，我不是回来跟你吵架的。建民哥在南山乡过得太苦了，他真的知道错了。爸，你就帮他一把他调回来吧。知道错了？他周建民是什么人，我早就看清楚了。爸，以前的事他都认了。他在南山乡这几个月真的改了，而且代销点下个月就裁撤了。他按规定本来就可以调回来，你只是顺水推舟的事儿。后勤仓库缺个搬运工，他要是愿意，代销点裁撤后就回来报道。但他要是再闹出事来，谁都保不住他。这话你原封不动转告他。我保证，谢谢爸。目前员工120人，月产量稳定在800件以上，产品在省城百货公司设有专柜。随机抽查20件成品，做工一致，尺寸标准，全部合格。走了全地区几十家，100%合格的岁季是头一家。在岁季干多久了？工资发的及时吗？干了1年多了，每月15号准时发。林老板对我们是真的好。去年我婆婆生病，他准了假不算扣钱，还拿布给我婆婆做了件新棉袄。岁季跟我们机械厂合作快2年，每一批工装按时按质交付，从没返厂，各方面表现都很扎实。评分组回去综合评分，年后公布结果。有个消息，南山乡代销点下个月裁撤，周建民要调回来了，在供销社后勤仓库做搬运工。他回来了？你多留个心眼。虽然他这次是灰头土脸回来的，但以他的性子未必安分。我知道，岁季这边我已经加强了仓库和车间的管理，外人不能随便进出。他要是再敢伸手，我不会客气。建民哥，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我爸松口了，代销点裁撤后，你调回县城，去供销社后勤仓库做搬运工。真的？你爸真答应了？答应了，虽然暂时只是搬运工，但总比待在这破地方强。建民哥，咱们能回县城了。曼曼，还是你有办法。搬货就搬货，总比在这山沟沟里强。你爸还说什么了？我爸他说，让你回去以后安分守己，不许再招惹林穗。建民哥，你答应我，回去以后好好干活，别再想那些事儿了。放心，我回去就是老老实实干活，收拾东西吧。这破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多待。搬运工，让我去仓库当苦力，行，我忍。但林穗欠我的，一笔一笔都记着。等回了县城，有的是机会。诚信天了！各位工友，各位街坊，岁季能拿到诚信商户，不是我林穗一个人的功劳，这牌子是大伙儿一起挣来的。刚才你说那番话的时候，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你坐在马路边上低头补衣服，补好了问我收1分钱，又塞给我一个包子。那时候只觉得这个人忘带钱了，也不知道脸红。现在你站在这里，省城有专柜，门口挂着诚信商户的牌匾，每一步都走得漂亮。不顺的地方，你都在。新厂房用地审批可以走绿色通道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小周，东边那批化肥下午要装车，你麻利点。还有西边角落里那堆破纸箱，下班前清理出来。好的，孙师傅，我这就去。我周建民当年在供销社做办公室的时候，你老孙头连给我倒水都不配，现在倒来使唤我了。建明哥，我给你带了午饭。曼曼，
你爸什么时候能把我调回原来岗位？这搬运工我干了快1个月了，天天扛化肥搬箱子，腰都快断了。我问过我爸了，他说现在不行，至少得等风头过去再说。等风头过去，等多久？半年？1年？还是让我在仓库搬一辈子化肥？建明哥，你别急，我会再想办法。别光让我等！你帮我去打听打听，岁季最近在进什么货，接了什么大单子，布料仓库在哪儿？越详细越好。建明哥，你答应过我不再招惹林穗的。我就打听打听，知己知彼总行吧？你难道不想让我翻身？你难道想看我在仓库搬一辈子货？建明哥，我帮你最后一次，但你得答应我，只是打听，不干别的。放心，我心里有数。丫头，周建民调回来了，你知道吧？在供销社后勤仓库当搬运工。知道，沈厂长跟我说了。这小子一回来就不安分。昨天我一个在供销社的熟人说，看到徐曼在岁季附近转悠，跟咱们2个女工搭话，问岁季最近进布料的事儿。打听布料？对，我担心这小子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上次在展销会上毁咱们布料的事儿，你忘了？没忘。陈叔，从今天开始，布料仓库晚上加双锁，钥匙你亲自保管。另外，跟工人们说一声，让他们多个心眼儿，别随便跟不认识的人聊生意上的细节。行，我这就安排。建明哥，打听到了，岁季下周1要从南方进一批金纺泥料，据说是岁季今年进的最贵的一批。最贵的一批料子，到站时间呢？下周1晚上到，在火车站货运站停1晚，第2天一早拉走。停1晚，够了。曼曼，你帮我把仓库的进出单弄一份出来，我去火车站货运站走一趟。建明哥，你想干什么？你答应过我只是打听的。曼曼，你听我说，林穗把我害成这样，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把他的料子弄坏，让他交不出货，让他也尝尝摔跟头的滋味。你上次在南山乡也是这么说的，你说做得干净，结果呢？你再干这种事儿，我就不跟你。不跟我，曼曼，你可想清楚了。南山乡做仿货的事儿，你也有份儿。我要是晚了，你也跑不了。你在威胁我，周建民。我跟了你这么久，从县城追到南山乡，替你求情，替你跑腿，替你扛债，你现在威胁我？我不是威胁你，我是告诉你，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帮我，咱们一起翻身；你不帮我，出了事你也别想撇干净。行，你要进出单，我帮你弄。最后一次。做完这一次，我跟你2清。怎么是湿的？丫头出事了！刚到的精纺泥料被人泼了水，一半料子受潮发霉，全毁了。老板。这批料子是省城专柜秋冬新款的主料，毁了60多匹，剩下的也串了霉味儿，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省城周经理那边等着这批货排产呢。外包装上有刀划的痕迹，跟上次在省城火车站被毁的那批一模一样。陈叔，昨晚仓库门锁检查了没有？我查了，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但前天晚上火车站货运站那边有人拿着供销社后勤仓库的进出单进去过，说是取化肥。周建民，他现在就在供销社后勤仓库，进出单在他手里。这个糟瘟的东西，刚回来就动手，丫头，咱们报警。报。同时，你帮我去查2件事儿：火车站、货运站夜班工人的证词，还有供销社后勤仓库前天晚上的进出单存根，人证物证都要拿到手。周建民，你以为毁了岁季的布料就能让我倒下？
你错了。岁季走到今天，靠的不是一批两批料子，是靠信誉，靠品质，靠120个工人的手艺。我听说了，布料被毁，又是周建民。十有八九，上次在省城火车站是他，这次手法一模一样。陈叔已经去查火车站货运站的夜班记录和供销社仓库的进出单存支了。需要我做什么？2件事。第一，帮我联系张老板，加急调一批同样品质的精纺捏料，走公路直达，不走铁路。第二，帮我约供销社的负责人到场。这次我不光要补上损失，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周建民这张皮彻底扒下来。我要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岁季伸手。好，我来安排。都停一下！岁季成衣铺的林老板来反映一个情况，大家先听听。林岁，你带这么多人到仓库来干什么？周建民，前天晚上你拿着供销社后勤仓库的进出单进了火车站货运站，在岁季刚到的一批精纺呢料上泼了水，毁了62匹料子。你胡说八道！我前天晚上在家睡觉，根本没去过火车站。在家睡觉？火车站货运站的夜班工人已经认了。前天晚上有一个穿供销社蓝布工作服说取化肥的人进了布料区，要不要我现在把人请过来当面对质？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周建民跟我借了仓库的进出单，说帮我取一批急用的化肥。今天早上他又说化肥没到，把单子还我了。就算我去了火车站又怎么样？谁规定我不能去？你说我泼水证据呢？谁能证明水是我泼的？在布料区后面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铁皮水桶，上面有供销社后勤仓库的标记，而且负责人可以证明从前天晚上到现在，布料区只有你一个人进去。沈燕，又是你！你处处跟我作对！没有人跟你作对，是你自己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到岁季来。就是我干的，怎么样？林岁，你一个孤女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你的岁季凭什么越做越大？我不服！我就是要让你也尝尝摔下来的滋味。周建民，你身为供销社职工，多次蓄意破坏个体商户合法经营，证据确凿。从现在起，你被供销社开除，供销社会配合岁季把损失追讨到底。林老板，供销社管理不严，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代表供销社向你道歉。损失该怎么赔，供销社一定督促周建民赔偿到位。谢谢，周建民，你看到了，岁季不会被你这种人绊倒。丫头，新料子全到货了，一批不少。被毁那批的损失清单也列出来了，62匹精纺呢料加上耽误的违约金，周建民个人肯定赔不起。我知道他赔不起，但这次他被供销社开除，等于在这个行业里彻底没了立足之地。周建民之前多次滋事的案底，加上这次毁坏财物的证据，岁季正式追究的话，够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我追究，不为别的，为的是岁季以后再也不用防着他。好，材料我帮你递上去。另外，供销社老刘托我带话，他们内部也做了检讨，以后仓库进出单的管理会更严格，不会再让人钻空子。刘主任有心了，替我谢谢他。老板，省城百货公司周经理来信，公司总部正式批准了岁季的长期合作协议。周经理让你下周去省城签正式合同。给周经理回电话，就说岁季的秋冬新款能按时交，长期合作协议下周我去省城签。布料被毁的事儿过去了，岁季不能老回头看。眼前新厂房要开工，省城专柜要扩柜，长期合作协议要签，这些才是正事。你放心，车间这边有我盯着。新料子入户了，我亲自检查过，这批精纺呢料比上批手感还好，做出来的大衣肯定更挺阔。新厂房施工队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
工期排了4个月，赶得上明年春夏新款的排产。你这边的过渡生产方案做好了吗？做好了。工地旁边搭一排活动板房，把1/3的缝纫机先挪过去，保证施工期间产能不掉。碎机越做越大，你反倒越来越稳了。不稳不行，100多个工人靠碎机吃饭，省城专柜等着供货，新厂房马上要开工，我要是慌了，下面的人更慌。儿啊，工作没了，你可怎么办啊？咱们家这下真完了。你爹走得早，我就指望着你。现在你连供销社的饭碗都丢了，以后拿什么过日子？妈妈，那天的事儿我不是故意威胁你的，我就是一时急了。周建民，我跟了你这么久，从县城追到南山乡，替你求情，替你跑腿，替你扛债。妈妈，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发现你从来都没把我当回事儿。从南山回来的时候，还有在仓库的时候，你对我说的话从来就没有兑现过。妈妈，你毁碎记的布料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你这辈子都放不下对林碎的恨。不是林旭不放过你，是你不放过你自己。我不能再跟着你往下坠了。妈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话你在南山乡就说过，我给你机会了，给了不止一次。这是我这几个月攒的钱，不多，算是我最后帮你一次，以后别来找我。造孽呀！工作没了，媳妇儿也跑了，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别嚎了，嚎有什么用？他们一个个都想看我笑话，走吧，都走吧，我一个人照样能活。建民他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供他进供销社，给他订娃娃亲，怎么就走到今天这步了呢？前区做成品仓库和包装车间，中区4条流水线，后区做布料仓库和职工宿舍。动线上没有问题，比老库子合理太多了。老铺子12间平房打通，车间分散，布料搬运效率低。新厂房一条直线，从后门进布料，前门出成品，能省不少搬运工时。丫头，周建民想见你。你来干什么？林穗，我被开除了，没地方去了。我妈病了要钱看病，到处都不要我。你能不能看在两家老一辈的交情上，再帮我最后一次？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儿不是人干的，我走到今天这步是活该。可我妈她病得下不了床，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林穗，你大人有大量。周建民，你竟然还敢提老一辈的交情！你每一次对我动手的时候，都恨不得把我往死里踩。现在你落魄了，倒想起老一辈的交情了。周建民，老一辈的情分在你手里早就败光了。我知道我没资格，我知道，可我实在没办法了。这钱是给你妈看病的，看在你妈当年给我娘端过一碗药的份上，拿着钱带你妈离开县城，不要出现在我眼前。他提到了老一辈的交情，我还以为你会心软。心软和犯傻是两回事，老一辈的情分是有的，我认，但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永远翻不了篇。林老板，我又来给你送好消息了。岁季通过了省级诚信钢户初审，下个月去省城参加最终评审，全县个体户里，岁季是头一家。省级诚信商户，
2年前我还在街口摆摊补衣服，做梦也没想过岁季能走到这一步。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省纺织公司想跟岁季谈定点合作，把你们的成衣纳入供销渠道。好事扎堆来，我得更小心。摊子越大，越不能出岔子。你就是这样，越是好事越绷得紧，偶尔也该松一松。沈厂长，还记得你第一次来裁缝铺补衣服吗？记得，袖口磨破了，你没收我钱，还给了我一个包子。那时候你说下次补上，补了这么久，我欠你的好像越来越多了。那你就慢慢还，我不着急。集改项目刚批下来，我至少还要在县里待好几年，所以你慢慢还，我有的是时间。你这个人从认识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帮我铺路，有时候我觉得岁季走到今天，每一步旁边都站着一个人。以后别叫我林老板了，私底下叫名字就行。好，林穗。这还差不多。那我以后也不叫你沈厂长了，叫我什么？沈燕。娘，您当初留下的那间小裁缝铺，让我把它发扬光大，我做到了。以后的路还长，但我身边有值得信任的人，手里有靠得住的手艺，心里有想去的方向，所以我不怕。